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永进控股。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第一点，永进控股 DPI Holdings Berhad， 简称 DPI Holding， 成立于2017年10月，在2019年1月成功在大马交易所的创业板块挂牌上市，是一家通过其子公司生产和经销工业涂料产品的投资控股公司，主要为马来西亚的客户提供服务，占了超过25% 的本地市场率，而公司的海外市场则包括澳大利亚、纽西兰、印尼、日本、新加坡等等。DPI Holding 旗下有5间全资子公司，不过有2间是处于休眠状态的。目前 DPI Holding 拥有1亿8000万令吉的市值，在大马交易所创业板的消费板块中位居第5名。不过跟同行的家庭用品部对比的话，就是排名首位。第二点 ，DPI Holding 的业务主要分为2个部门，那就是喷雾剂产品部门以及溶剂和稀释剂部门。喷雾剂产品部门主要是从事开发、制造和分销喷雾剂产品，超过300多种原料，可以供应给全马来西亚700多家分销商和9家外国客户，包括汽车维修和工艺品店、DIY 商店和其他零售店等等。目前公司拥有的自家品牌名为 Anchor、Promotor 和 DPI， 以及新推出的 BactiX 抗菌消毒喷雾剂。溶剂和稀释剂部门则是涉及溶剂和稀释剂以及稀释剂混合的贸易业务。这部门其实也被公司视为是对本身的核心业务活动的一种补充，因为公司的生产涂料需要使用溶剂，而稀释剂则来自于溶剂。截至2021财政年，喷雾剂产品部门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88%以上，溶剂和稀释剂部门贡献了总营业额的15%左右。第3点，DPI Holding 的执行主席兼董事经理蔡美欣是一个低学历的企业家。在1945年出生的他，只完成了小学教育后就出来工作，曾经在一家咖啡店担任清洁工和服务员，在酒吧担任过收钱员，甚至是理发师、木材公司职员、建材销售员和建筑承包商。担任过各种各样职业的蔡美欣，并没有轻易厌倦，反而享受工作，乐于工作，将每一份工作当成一次转变的机会。就在蔡美欣23岁的时候，改变命运的时机悄悄地降临了。那一年，她在沙拉瓦加入了日本公司 Nippon Paint， 成为销售员，之后晋升为销售经理，并调往沙巴，再从沙巴调往印尼的 Medan 打天下，最后搬到了加卡达，并再升级为营销部门的总经理。在印尼打拼了6年后，蔡美欣选择回到马来西亚，加入了当时名为 Gilang Chat Fusi Malaysia Sdn Berhad 的公司，成为董事，负责该公司的整体业务和制造业务。第4点，DPI Holding 的最初期是在1975年成立的，当时的名称是叫做 Syarikat Fusi Gilang Chat Malaysia Sdn Berhad， 主要业务是制造用于装饰和家庭应用的油漆。1980年，蔡美欣加入公司成为董事，并在2年后带领公司涉足喷雾剂制造领域，以应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油漆市场。1984年11月，公司改名为 Dove Campaign Industries Sdn Berhad。1年后的1985年11月，蔡美欣收购了 Dove Campaign Industries， 成为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并将公司改名为 DPI Sdn Berhad， 同时也调整了公司的业务战略，专注于增长和生产在马来西亚的喷雾剂产品和包装服务。DPI Sdn Berhad 自此后迅速成长，从刚开始时只可以生产30种颜色喷雾剂，发展到在30多年后可以供应多达300种颜色喷雾剂的上市公司。第5点，DPI Holding 所生产的喷雾剂产品在马来西亚的需求性可是非常高的。你们知道马来西亚什么东西最多吗？什么内阁部长？不是，今天不是要讲这个。马来西亚最多的就是汽车啦，在2022年已经超过了总人口数量，达到了3300万辆，而且目前正在以每年100万辆的速度增加中。而 DPI Holding 所生产的喷雾剂的其中一种用途，就是用来维护和修理汽车的油漆和涂料。有这么多辆汽车，需要维护油漆和涂料的汽车也自然是不少的，尤其是一些年迈的旧车。所以只要马来西亚的汽车越多，DPI Holding 的收入理应就会更上一层楼的。
至于赛车热议严重的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第6点 ，DPI Holding 是一间非常依赖石油的公司，有48%的原材料成本会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这是因为公司所制造的喷雾剂需要使用到大量的工业气体、溶剂、树脂和包装材料。除此以外，油价的上涨也会使到运输费上涨，进一步轻视了公司的利润率。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司的业绩自2022财政年起就一直在下滑，因为国际油价在这期间都是一直在疯狂飙涨的。当然，这种不利因素也影响到了公司的股价，从历史最高的50线以上跌至1年新低的25线左右。不过，公司在近期已经调整了产品的销售价，以应对高居不下的通胀问题，希望之后的业绩会有所好转。第7点 ，DPI Holding 是一间家族企业。没错，公司的2位大股东就是蔡美兴和他的儿子 Adam， 两人一共持有着公司高达74%的股权，而且从上市至今都不曾脱售过股票。这样子来看的话，市场上流通着的股票就只有26%而已。也就是说，相比起其他高流量的上市公司 ，DPI Holding 的股价会比较没有波动性，比较闷了。不过往另一方面想的话，公司的股价也会比较稳定的，毕竟有74%的股票是处于不动的状态，所以也是一间适合长期投资者关注的公司。第8点。DPI Holding 2022财政年的第3季度业绩好像并不怎么乐观。从公司的损益表中可以看到，营业额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净盈利却大幅下滑了35%。原因是由于销售成本上升了，以及管理费用也同步上涨的缘故。但是导致净盈利下滑的主要因素，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了，这都是国际原油价格飙涨惹的祸。除此以外，在季报中也有提及到，公司目前正在兴建配备全自动喷雾剂灌装生产线的新厂房，同时逐步升级现有的喷雾剂灌装生产线，以提高产能和效率。与此同时，公司也正在增加其销售、营销和广告设计，以扩大其客户群，并不断寻求机会，建立新的地理足迹，以开发更广泛的喷雾剂产品市场。第9点。DPI Holding 是一间净现金公司。从公司的2022财政年的第3季季报可以看到，公司目前掌控着的短期投资、定期存款以及现金和银行余额一共接近5000万令吉，而债务是完全没有的。很明显的就是一间净现金公司，有着这么好的财务管理能力，相信现金流表的表现也会相当不错的。我们现在继续看一下，哇，怎么回事？公司的营运活动现金流竟然是在流出的，意思就是公司截至这季度的9个月内，并没有在业务中将现金流增加，反而是减少了。从表中可以看到，累计到这季度的税前盈利，相比1年前下降了不少。加上客户增加了拖欠的贸易和其他应收账款，以及缴纳所得税的关系，所以导致公司的营运活动现金流入不敷出。投资活动现金流方面，似乎是增加了现金流，只不过这些钱是公司从定期存款中提取出来的，一部分的钱还用来购置固定资产和增加租赁地契房地产。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呢，可以看到公司仍然是选择照常派发股息的，所以这部分的现金流是毫无疑问是在流出的。整体而言，公司截至这季度并没有从业务上将现金流增加，而是在动用手中的现金来购买资产以及派发股息。但是无论如何，公司依然是一间净现金公司，这是无可否认的。第10点。DPI Holding 是一间很喜欢派股息的公司。从公司上市以来，每一年都会派股息，最少会派1次股息，最多甚至可以每一个季度都派1次，很不错吧？虽然公司并没有设定任何的股息政策，但是从这几年的派息率来看，公司的派息率大概在净盈利的38%至44%之间，所以也不算少的。除了派发股息，公司也会派发红股来回馈股东们。就在去年的第3季度，以每2股送1股的比例来派发红股，所以这期间的股价也被调整了。一间又派股息又派红股的公司，可以说是一间小而美的公司，很适合作为长期投资的目标。话说新的业绩差不多又要出炉了，不懂会不会继续派股息呢？以上就是关于 DPI Holding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了解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也欢迎加入豪门少爷帮成为会员。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